It's Teresa. Why my voice like this? Welcome to Teresa's vlog. 釜山的话，我们待最久，待了10几天吧，我记得。去了景点，去了蛮多的，海上缆车，就松岛海上缆车，应该也是大家来釜山大部分的人会去搭的东西，也蛮美的。如果要比海上缆车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木浦的海上缆车。但是我们在松岛海上缆车中继站有一个就是都是小王子为主题的一个区域，我们在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玩得很开心。反正这是我对松岛海上缆车最有记忆点的事。然后我们还去了白浅滩，白浅滩的性质跟甘川洞有点像，但是它游客比较少，它就是有一个沿海的道路，可以跟海真的很近，然后在那边走也很美。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洞穴，最近的 IG 也很红。那一边还有很多文创小店，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创的居民居住的地方。刚刚讲的甘川洞嘛，就觉得来釜山嘛，就要去一下跟小王子拍照啊什么之类的。刚开始去的时候有点衰，因为我们本来是打算第一天就去，然后第一天去那个时候1月3号的那个禁止令还没截止，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啊，怎么可能，就是甘川洞嘛，这么多人住，怎么可能把它封起来嘞？没想到呢，我们过去又关，哪里都在关，这个也要关，傻眼！它就真的封起来了，就所有入口什么都被关起来，我们就都不能进去。反正最后还是有去到，所以其实是蛮开心的。好像男朋友发生什么事？终于来了！想想几天前。哪里都在关，然后小王子甚至不用排队，因为之前游客很多的时候，好像听说要排个半个小时，但是我们这次就是完全没人，就是小王子随便我排。我们还有去那个海东龙宫，就是也是釜山必去嘛。那天天气超好，虽然风很大啦，釜山的风让人家有点受不了，但是就是天空都很蓝很美，然后这样看着海东龙宫，其实真的有一种 peaceful 的感觉。还有去哪？哦，今年才刚开放的一个海云台海上缆车，不是海上缆车，电车，海云台海上电车。就会沿着海岸这样，然后开到海云台那边，然后沿路上就是你会听到就是有广播啊，然后介绍这区域的故事。之后再坐 return 的车回去，这样还蛮好玩的，而且那个列车很可爱。就是第一次搭这种小小的电车，蛮新的就很幸运的可以做到。然后我们还去了那些就是很常听到的海边嘛，就是海云台、广安里这些，我蛮喜欢广安里的。广安里大桥的话，晚上开灯的话，真的蛮美的。然后他们最近有那个座位的这个东西，然后也是 IG 上也蛮红的。然后说到晚上行程的话，我们还有去 The Bay， 就是釜山，大家晚上必拍嘛。那天超爆冷，所以我们就拍了一下就走了。但是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看那个
大楼这样，而且我们那天很幸运，刚好前面有积水，然后就可以拍那种倒影图，然后就是蛮棒的，只是真的蛮冷的。最后一个是松岛龙宫云桥，去年年底刚新开，只是有点衰，就是它刚新开的时候就碰到 coronavirus， 所以就是整个 shut down。它超酷的，它很狂，它整个就是从这个岛，然后跟这个岛，然后中间是海，然后就是建一个吊桥过去。它下面是网子，就是你可以整个透过网子看到那个海。有去高正的人应该会觉得很怕，但是就是我觉得超酷的，你就是可以这样走过去，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就绕着一个岛，然后这样子，然后再走回去，可以看到整个海景。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早上太早去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我们就是整个包场就是没有人，完全没人。大包场就可以在那边很爽的拍照，虽然拍不出它的壮阔感，但是自己本身也是蛮喜欢这个吊桥的。这是经典的部分，然后换吃的。晚上到釜山的隔天的那一天，反正那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温暖，然后我们就是爽爽的去 Baskin Robbins 买冰淇淋吃，就是311冰淇淋，我们就在海边，然后就这样坐着，然后吃冰淇淋，超幸福的。好幸福啊！然后我们还有吃天空部队鸡给，就是金刚部队锅。它的特点是因为很多部队锅有些会辣，有些人不太敢吃辣的话，他们有主打就是不怎么辣，所以其实不怎么吃辣的人可以去尝试看看，也蛮好吃的。釜山也有名的食物也蛮多，像是那个飞机锅包。就是猪肉汤饭也是很有名，也很多间。我找到一间就是来中原去吃过，然后也是被大推的一间店，叫我关推鸡骨堡，离我们住的地方蛮近的，所以我就想，我们就去吃这一间，蛮酷，就是一个 Harmony 跟一个哈拉伯鸡在一起卖，几乎都是当地人。老人家自己长在这边，然后常客就很常去地方。因为推鸡骨堡，比如说那个猪肉的味道会太重。但是这一间的很刚好，然后咸度也适中，推大家就是去釜山也可以吃吃看这一间。还有我们吃太多东西了，就是有一个叫罐头市场的地方，它里面有一间 tteokbokki 蛮有名的，叫做 Hikane tteokbokki。然后我发现釜山的 tteokbokki 跟首尔的 tteokbokki 不太一样，釜山的 tteokbokki 比较短胖。首尔的是长细，但是就是都很好吃，因为只要是tteokbokki都很好吃，就是这么爱tteokbokki。然后还吃了一个，就是也是说釜山必吃的，就是烤芒鳗。我们吃的这一间叫3代烤芒鳗，在南浦洞这边。这一间的话 ，Running Man 跟 Twice 都有去过，就是鳗鱼，然后它是现宰。所以它被丢到那个你面前的时候，它是还在动的。一个老板娘会过来，然后就帮你炒，然后炒到它死透为止。它的口感蛮酷的，就是本来以为会是那种像鳗鱼饭的那种软软的鳗鱼，但是吃起来是脆的，它就是 QQ 的，然后脆脆的，其实蛮好吃的。也不是说好吃，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虽然它看起来很恐怖，但是它最后还是死透了，所以还是吃得下去的。它很够吃，我有很多哦，我们还有去吃一间，听说在釜山这边就是国家级认证的葱饼，叫东来老奶奶煎葱饼。对，然后它就是一间真的很高级，就是感觉米其林级的葱饼店嘛，就是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葱饼小的就要卖22000韩币，就大概台币560、570那个价位。想说，都来了，那就花钱下去吃吃看好了。可是它的口感跟在市场吃的那种葱饼感觉又不太一样。市场吃的那种是脆的，它是偏软的葱饼，所以如果大家不喜欢吃软的葱饼的话，这个口味可能不符合你的胃口。但是我觉得它高级的地方是它里面的配料吧，因为它里面很多海鲜，它里面有蛤蜊啊这些海鲜类，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蛮合理的啦，这个价位，只是就是还是就大家尝鲜就好。对，里面装潢也很夸张，就是你有看过个卖葱饼的地方长得知道吗？就是高级的跟饭店一样，你只是在卖葱饼。
反正还是就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对，有2间是在釜山的朋友推荐的。就他推了一间叫 Amy Chip 的一间店，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反正它就是一锅，然后里面就是有虾子烤肠跟章鱼，然后就是有酱汁，然后你就可以配拌饭这样吃，然后超好吃。它真的是配白饭吃，真是很刷嘴，就是你白饭就会想要一直吃。真的很好吃，它在广安里附近。然后另外一间是我们跨年那一天打算去吃早餐，然后也是这个朋友推荐的，叫 She Might Be， 然后也是一个最近在釜山那边的年轻人里面算蛮红的一间店，所以我们就想说跟着当地人走就对了。整个咖啡厅也是很漂亮，就是它有一个大窗户，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广安里跟广安里的那个大桥这样。总之就是我们在釜山吃的东西，然后另外我们这次旅程吃的很多东西，还有炸鸡，我们一直在吃炸鸡。对，好，反正呢，这就是大概我在釜山玩的跟吃的景点，然后剩下其他的沿海小城镇，我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讲。那就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See ya， 拜。대만은 가본 적이 없는데.要回首尔了，1个礼拜多的旅程就这样没有了。我觉得我姐妹会坚持，所以祝我顺利，还有回首尔不要被冷死。